們是週三的上午10點40分從台北出發，開車約1小時10分鐘，來到環湖咖啡好食。車子直接停它外面的停車場就可以了，它停車場還蠻大的。這間環湖咖啡好食啊，聽說是欣賞石門水庫風景的最佳餐廳哦。我們這次訂的是環湖咖啡好食2號店。我們去的時候，它的廚房剛好在整修，所以菜單是跟1號店一樣的。等整修好了，可能會有新菜單吧。最新的資訊可以參考我們底下資訊欄會貼鏈接哦。蛋糕櫃，看一下。環湖咖啡好食有分1號店跟2號店，但都是在這一棟裡面哦。1號店就是這邊，讓大家看一下。還有戶外區，它会不斷的噴這個乾冰啊，還有電風扇，所以體感是不會到很熱。不過戶外區會有蠻多昆蟲的。洗手間是在戶外區這邊哦。接着再來看看我們訂的2號店吧，屬於日式風格的裝潢。記得2號店一定要訂位哦，不然通常不會有位置哦。環湖咖啡好食的主餐餐點是下午10點至下午4點供應，用餐時間是2小時，沒客滿都沒有限制哦。但我是平日中午來2號店吃午餐的，到了下午啊，整間還是客滿的。入座後如果想要更換座位，可以詢問工作人員，如果有空位就可以更換。這邊可以攜帶毛小孩哦，但不可以落地。那麼就來欣賞一下環湖咖啡好食2號店的美景吧。What's up is down, what's left 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它是这種日式的坐墊哦，要脫鞋才能上來哦。第一箱每人1杯飲料或是1份餐點。我們撇除風景，單就餐點分享心得感想。我們2種奶蓋啊都點了，奶蓋不是印象中有點鹹的起司奶蓋，而是單純的奶味啊，不太濃稠。比較特別是它在杯緣沾有鹽巴來跟奶蓋做混合哦，讓人聯想到以前在夜店喝 shot 要沾鹽巴的回憶啊，相當特別的設計。桂花奶蓋紅啊，味道很淡，沒有什麼記憶點。橙香奶蓋紅的橙香味非常突出，一喝就酸度十足啊，不是很自然，跟紅茶混在一起衝上違和，但茶味整個被搶走，喝完像是在喝香橙飲。下雨一樣超愛喝水的朋友不用怕，旁邊只有飲水機讓你喝飽飽。再來我們看看餐點的部分。特製梅乾菜豬腳是以德國豬腳用的中段豬腳為主菜，結合道地的客家梅乾菜的一道料理哦。豬腳燉得相當入味，肉也夠軟嫩，但可能是因為煮得太久啦，它的豬皮缺乏彈牙口感。另外，豬腳切得比較細碎，要小心一點吃，以免會吃到碎骨頭哦。梅乾菜也相當清淡啊，作為佐料還說得過去。但如果想強調是標準的客家菜色，倒有點勉強啦，因為好吃的梅乾應該要更加帶鹹入味才對。不過這道還是很下飯的，有附3格小菜。
小菜就沒什麼好說了，很普通。還有一碗中式湯，裡面有一些菇類。金頓紅燒牛肉堡它是取自牛肉骨與肋骨煎夾蛋的筋肉，所以吃起來口感確實還蠻軟 Q 的。底下的湯汁也是由骨頭熬煮出來的，很香。它肉給很多，吃完很飽，搭配紅蘿蔔和花椰菜啊，吃起來相當營養哦。看起來好像很濃烈，不過它整體味道是偏清淡的哦。一樣附了3個令人無言的小菜。松露粗肥麻油雞燉飯，它使用是大成國產雞肉，以低溫熟成技術料理哦，融入了養生食譜麻油風味，刻意搭配了西式的黑松露來提味，將東方傳統麻油風味和西方的調味合璧，相當有巧思哦。它雞肉口感鮮嫩，而且真的有入味哦。燉飯香氣濃郁，調味頗剛好的是淡淡的麻油香味，不會吃起來很死鹹。小缺點是它的飯底有點偏軟爛哦，如果能保留米心的硬度，想必更完美。松藕龜鹿燉軟排湯，龜鹿二仙膠有鹿角、龜板、枸杞、人參，還有多種的中藥材熬制的，內有排骨、玉米、鴻喜菇等，是道富含膠質與鈣質的養生料理。裡頭的排骨啊，每一塊都很軟嫩，而且肉質不柴。不過愛喝很濃的中藥味湯的人啊，可能會略顯味道不夠，因為它是屬於淡雅掛的，像是適合在夏天喝的清新湯品。非常可惜，它不夠燙口，喝起來溫溫的，這點不太 OK。建議直接可以把飯倒進去湯裡吃，讓飯粒吸滿精華湯汁。一樣3個問號小菜，還有一小碗的小菜，不是湯，裡面是豆乾跟菇，還不錯吃。喜羊羊雙拼是美國脆薯和雞球啊，它炸得很好吃，外皮超脆，而且分量驚人，適合大家 share。頂級瑞士巧克力蛋糕，蛋糕可以選擇餐後再上哦。它蛋糕體口感上還不錯，蠻綿密的，不過它的味道非常的普通，吃到後面只剩4片，一個人吃會蠻負擔的。整體來說，我們還是給予非常高的評價，因為這邊的風景真的是無敵哦。這邊是吃風景的，餐點稍貴，有這樣子的表現呢，我們是覺得很正常，很 OK。如果是假日來，可能就沒有這麼清幽了，建議可以平日來，請個假湊一下。從這邊看出去就是1號店，我們還在外面看到了2隻很可愛的貓貓，這隻橘貓很乖，給摸摸。用餐完也非常建議可以來大溪老茶廠走走，車程大約12分鐘左右，而且回台北順路哦。外面就有停車場，不過它的車位不多，假日可能會停不到。門票每人150，其中100元可以折抵消費。建於1926年，佔地1670坪的大溪老茶廠，舊名是角板山工廠，隱山的靜謐的小巷弄裡，是棟融合台日英風格的立建築。當時台茶興盛，外銷歐美達到巔峰的年代，將茶奉為黑金。老茶廠1天3班制，機器每日每夜不停的運轉，盛產的日東紅茶每年可達600英噸之多。1956年一場大火，茶廠幾乎付之一炬，工兵全力的協助重建，才得以讓這片寶貴的歷史遺產留存至今。它每天都有不同口味的奉茶哦，蜜香紅茶相當好喝，連喝了3、4杯。我沒有參加導覽哦，就自己在這邊隨處逛逛。老茶廠空間很大，逛起來蠻舒服的。媽媽 ，Hello。可以上來2樓參觀。自2010年開始台灣農林全面修繕整建，保留原先建築骨架以及渾然天成的採光與通風設計，特意延續質樸懷舊的藍色基調。我們下樓把100元兌換掉。它這裡有一間咖啡廳，低消是200塊，裡面蠻大間的，很舒適。還有這個戶外空間，可以坐在這邊發呆。
不過我們吃太飽了，就沒有去咖啡廳消費。來換這個台茶冰淇淋，一盒是140元，有6種口味：綠茶、紅玉紅茶、蜜香紅茶、香草、東方美人咖啡。聽說東方美人的不好吃，所以我們沒有選它。我們一共挑了4種口味，分別是蜜香紅茶、紅玉紅茶、咖啡以及香草。蜜香紅茶跟紅玉紅茶都不錯吃，其中紅玉紅茶茶味比較濃厚一點，咖啡跟香草也及格，咖啡是淡淡的咖啡香哦，吃起來相當順口。結束悠閒的一天，拜拜，我們下次見。